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让大脑和身体达到最佳状态》这本书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核心内容，那就是请锻炼您的线粒体。线粒体是什么呢？它是我们细胞里的发电厂，同时也是储存电能的电池。我们能否健康长寿，取决于能把这块电池增多多少，充得多好。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让您拥有永不疲惫的大脑和身体的最强科学健康法，那就是运动；第二，让线粒体爆发式提升，获得永不疲倦的大脑和身体的最强科学健康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让您拥有永不疲惫的大脑和身体的最强科学健康法，那就是运动。最新研究发现，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，也不需要每天拼命跑步，即使是平时没运动习惯的人，比如去趟厕所来回走动，或者做家务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身体，这些也都算是运动。而且只要您把这些活动当成是运动，它就真的能变成有效运动。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，只要认为自己在运动，身体就会燃烧更多能量。为什么运动对线粒体那么重要呢？因为线粒体是细胞制造能量的工厂，如果我们完全不运动，工厂造出来的能量用不掉，就会浪费，久而久之，线粒体就会偷懒，减少能量生产量。反过来，如果您一运动，身体需要大量能量，线粒体就会想，赶紧多造点能量出来，于是它们就会变得活跃。其实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动作也足以激发线粒体。比如一项针对酒店清洁员的研究发现，只要告诉他们你们平常的打扫工作也是运动哦，他们的能量消耗和健康状况都会随之提升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在做家务的时候想着这就是运动，就能提高能量消耗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无论什么时候动一下身体，都请对自己说这是运动。站起来是运动，去厕所是运动，早上起床也是运动。只要这么想，它就真的能变成运动，帮助您消耗更多能量，提升代谢。对于讨厌运动的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救星级别的好方法。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就开始试试看。那么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让线粒体爆发式提升，获得永不疲倦的大脑和身体的最强科学健康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咳嗽10次的健康法。大家都知道，人类为了生存，离不开氧气吧？究其根本，是因为我们细胞内的线粒体需要氧气。实际上，线粒体制造能量所需的原料正是氧气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通过呼吸高效地将氧气送入细胞，线粒体的发电能力自然也会被最大化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推荐的做法就是有意识的咳嗽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意外，毕竟咳嗽常常被认为是感冒时候的不良反应，但其实咳嗽有着向细胞输送氧气的卓越作用。咳嗽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是把气呼出去，在咳嗽与咳嗽之间会吸入大量空气，这样一来，呼吸机就会得到锻炼，肺活量也会提升，从而提高氧气的摄取量。同时，通过咳嗽还可以把体内的二氧化碳大量排出。如果二氧化碳在体内堆积，细胞环境就会趋向酸性，而线粒体在酸性环境下能量制造能力会减弱，因此通过咳嗽把二氧化碳排出，就能让线粒体充分发挥能量制造的功能。此外，咳嗽还有调节自主神经的意外好处。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喝水呛到的时候，根本忍不住，咳嗽就自动出来了吧？这是因为咳嗽受自主神经支配，而自主神经是不受我们主观意志控制的。反过来，如果有意识的咳嗽，就能刺激这套自主神经，提升副交感神经的功能。副交感神经具备修复细胞、促进能量代谢的功能，也就是说，线粒体的功能也能随之提升，能量合成效率变得更好。像这样，咳嗽其实意外的有很多好处。
做法也非常简单，每天大概有意识的咳嗽10次左右就可以了。仅凭这个动作，细胞内的线粒体就能不断增强，体内能量也会源源不断的涌现。接着第二个方法是避免会破坏线粒体的剧毒农药。在现代社会，充满了各种会破坏我们体内宝贵线粒体的物质，像是酒精、超加工食品、压力等等，这些都会削弱线粒体的功能。但在这些当中，最容易伤害线粒体、必须绝对避免的就是农药杀虫剂。稍微讲点专业知识，线粒体依靠一种叫电子传递链的机制来制造能量，而很多农药杀虫剂早已被科学研究证实会破坏这套电子传递链，尤其是有机磷类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，简直是最糟糕的存在。它们会阻断线粒体电子传递链中的关键酶的作用，让能量合成完全停滞。反过来说，只要远离这些杀虫剂，线粒体的电子传递链就能正常运作，制造出更多、更高效的能量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农药不仅仅破坏线粒体功能，甚至还会直接破坏线粒体的 DNA。一旦线粒体 DNA 被破坏，就无法继续进化、增殖，最终能量制造能力也会触顶，体力自然也不可能再提升。顺便说一句，这类杀虫剂不光对线粒体，对我们自身 DNA 也有损伤作用，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接触。可能有些人会想，我又不种菜，也不接触杀虫剂，跟我没关系吧？但可怕的是，您现在吃的蔬菜里极有可能就残留着杀虫剂，所以哪怕一点点也好，大家要逐渐培养远离农药的意识，最终尽量选择无农药、有机食材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接下来介绍第3个方法，把日常使用的食盐换成喜马拉雅粉红岩盐的健康法。大家是否希望拥有不管怎么走路都不容易疲劳的身体呢？其实只要活化体内的线粒体就能做到。而这里我特别想推荐的食材就是喜马拉雅粉红岩盐。所谓喜马拉雅粉红岩盐，是岩盐的一种，大家可能也在超市里见过，装在袋子里贩售。那么为什么说喜马拉雅粉红岩盐最适合用来活化线粒体呢？原因就在于它恰好富含线粒体制造能量时所需的各种矿物质，例如铁、镁、锌、锰等。这些矿物质都是线粒体制造能量不可或缺的原料。然而现实中这些矿物质大多很难从日常饮食中充分摄取，而喜马拉雅粉红岩盐中却天然的含有这些珍贵的矿物质，因此它被称为活化线粒体最强的食盐也不为过。而且喜马拉雅粉红岩盐中还微量含有碘，大家应该知道碘是甲状腺激素的原料吧？实际上甲状腺激素还能增加线粒体的数量，这就意味着摄取喜马拉雅粉红岩盐可以促进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分泌，进一步促使线粒体增加。更棒的是，喜马拉雅粉红岩盐中的碘是天然来源，比起合成碘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换句话说，喜马拉雅粉红岩盐就像提升线粒体能量效率的燃料，建议大家每天积极的把它融入日常饮食中。接下来第4个方法，在日常饮食中撒点猴头菇粉。可能很多人对猴头菇这个名字不太熟悉，但其实这种蘑菇最近在日本广受关注，被誉为对认知症、痴呆症非常有效的蘑菇。大型研究已经证实它有助于提升认知功能，现在也作为粉末和保健品在市面上热销。其实猴头菇不仅对大脑好，它还具有促进线粒体增殖和再生的作用。猴头菇中含有一种叫猴头菌素 A 的特殊营养素，这种成分可以活化线粒体的线粒体自噬功能。所谓线粒体自噬，是指受损的线粒体通过自我修复和再生，清除老旧残损线粒体，最大限度提升能量代谢效率。而且猴头菌素 A 还有修复体内受损老化细胞的作用，因此猴头菇被认为对预防认知症特别有效，就是基于这个作用机理。更棒的是，猴头菇还能改善肠道环境，
其中所含的多糖成分可以作为肠道益生菌的养料，帮助调节肠道菌群，从而打造一个让线粒体更容易制造能量的体内环境。最近也常听到肠脑轴这个说法吧？研究发现，肠道的状态会影响全身各种器官，尤其是大脑，而且肠道环境也和体内所有细胞的线粒体功能息息相关。由此可见，调节肠道健康，也是在为线粒体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5个方法，就是屏住呼吸行走这项健康法。我们知道，线粒体是利用氧气作为原料来制造能量的，而把氧气输送到线粒体的，就是血液中的红血球。因此，就算体内有再多的线粒体，如果红血球减少，作为原料的氧气也无法顺利传送到线粒体，能量的产生就无法提高。所以，想要提升能量变得更健康，不仅要增加线粒体，也需要增加红血球。为此非常推荐的就是高地训练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，马拉松选手会特意去高海拔的地方训练吧？其实这正是为了让自己处于低氧环境。所谓低氧环境，就是周围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变低，身体在这种情况下，会为了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的氧气，让能量代谢效率不断提升。结果，血液中的红血球数量会大幅上升，只要稍微吸点氧气，就能最大限度利用。不过，根据研究，要想让高地训练达到充分效果，至少需要3周。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去山上住上3周几乎不可能。所以推荐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轻松做到的方法，就是比姆霍夫呼吸法。做法非常简单，随时在外出散步、走路的时候就能进行。具体做法是，走路时尽可能多呼几口气后，屏住呼吸继续行走。当感觉无法再憋气的时候，就恢复正常呼吸，直到呼吸平稳，再次屏住呼吸继续走路。这样重复4次左右，体内红血球就会显著增加，氧气利用率也会提升，效果已经被证实。而且这种做法简单方便，平时走路的时候顺便做就行。非常推荐大家从今天就试试看。接下来第6个方法是每隔20分钟让下巴与地面保持平行的健康法。既然线粒体是依靠氧气制造能量，要想保持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，就必须随时给线粒体充足的氧气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现代人平常的生活习惯，往往容易导致缺氧状态。其中一个坏习惯就是姿势不良。大家知道脉搏血氧仪吗？就是新冠流行时很火的那种，把手指夹住就能测出血液中氧气浓度的小设备。理想状态下，血液中的氧气浓度应该是100%，也就是血液里充满了氧气。但很多现代人即便在静息状态下，氧气浓度也达不到100%，原因正是姿势不良。当姿势不好时，脊柱弯曲，身体前倾，肺部会因此被压迫，而肺就像个吸氧泵，受到压迫的话，呼吸时自然无法吸入足够的氧气。这样一来，血液中的氧气浓度下降，线粒体就无法获得充足的氧气供应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改善姿势，线粒体的活力就会迅速提升。改善姿势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随时让下巴与地面保持平行。光是这样做，脊柱就会自然挺直，姿势就能变好。推荐大家设置一个定时器，比如每隔20分钟提醒一次，检查自己的姿势。这不仅能改善氧气供应，还能提升睾酮分泌，改善心理状态。因为心理状态不好、压力大的时候，也会损伤线粒体。因此，保持良好姿势不仅能顺畅输送氧气，还能减轻压力、激活线粒体，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。虽然刚开始可能会觉得累或者麻烦，但这恰恰说明您的姿势一直以来很糟糕。虽然起步辛苦，但改善姿势带来的好处非常大，绝对值得去做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第7个方法，就是往池塘或河里扔石头的健康法。
相信大家小时候几乎都干过往池塘扔石头的事吧？看到河边有石头，总忍不住想往水里扔，对吧？其实这种动作被认为是激活线粒体的最佳运动之一。我们的肌肉里，有些是负责耐力的，有些是负责瞬间爆发动作的。其中和瞬间爆发动作相关的叫做 FT 肌。研究发现，这个 FT 肌的收缩可以飞速促进线粒体的生成，而通过这种瞬间爆发动作，体内一种叫 AMPK 的蛋白质会被激活，进而促进线粒体数量增加。虽然 AMPK 的名字不用刻意记住，重点是你要知道，像扔东西这种瞬间用力的动作，能有效提升我们体内的能量。说到提升体能，可能会有人想到卧推这类力量训练，但随着年纪增长，卧推不但容易受伤，还得去健身房，实在太麻烦了。不过像在公园或者河边扔个石头，给家里的狗丢个球，这样的小运动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轻松做到。而且别小看这种简单的运动，它同样能有效激活线粒体，尤其是投掷动作，其实是一种全身运动，能同时让全身的 FT 肌收缩，非常有效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光靠手臂不动身去扔东西，根本扔不远吧？要是想扔远，身体得向后撤一步，核心收紧，带动全身的力量来投掷。可见扔东西表面简单，其实是很复杂的全身动作。更棒的是，投掷动作还能刺激我们的神经，尤其是交感神经，从而促进神经递质的分泌，而这些递质同样能促进线粒体增多。不过提醒一下，别在狭窄的地方乱扔，以免砸到人。如果您家附近有池塘或河边公园，推荐大家早晨散步时顺便去扔几块石头，保证您的晨练效果瞬间翻倍。然后第8个要介绍的健康法是每天早上刷一次舌头。大家平常刷牙时会顺便刷舌苔吗？如果想激活线粒体，强烈推荐大家把刷舌头也加入日常习惯，因为刷舌头的时候会刺激迷走神经。有没有过刷舌头刷到干呕的经历？其实那就是迷走神经被刺激的信号。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的一种，而刺激迷走神经也能促进线粒体生成。而且最新研究发现，刷舌头还能调整呼吸，改善体内的氧气环境。舌苔多的话，人容易用嘴呼吸，导致氧气摄取减少。相反，如果刷掉舌苔，就能促进鼻呼吸，而鼻呼吸能促进一氧化氮生成，扩张血管，让更多氧气进入血液。此外，刷舌头还能改善肠道环境。其实舌苔上藏着大量的坏菌，口腔和肠道是连在一起的管道，口腔内的菌群如果坏菌过多，肠道里的坏菌也会随之增多。所以定期刷舌头，保持口腔好菌占优，也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平衡。而肠道健康和线粒体状态密不可分，所以舌头清洁非常重要。不过这里也有个注意点，肠道菌群并不是坏菌全灭才好，而是好菌占优势，保持多样性。口腔内菌群也是一样，不能太过彻底清除。所以舌苔也不用一天刷好几次，一天早上刷一次就足够了。因为晚上唾液减少，细菌容易滋生，早上清洁最合适。接着第9个方法是用手指轻轻敲打肚脐下方的穴位。为了激活线粒体，针灸确实是很有效的方式，但毕竟贵，有点痛，还得花时间。不过，其实有个比针灸简单的多，但效果相近的方法，就是自己用手指轻轻敲打穴位。这种做法叫轻敲疗法。研究表明，这样敲打穴位能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。东洋医学里，敲打穴位自古以来就是调整气血能量流动的方法。而现代科学也证明，这种简单的敲打能有效减压，相当于做了一次芳香按摩一样放松。特别推荐大家敲的部位是头顶正中、百会穴和肚脐下的丹田，用中指轻轻敲打这2个地方，每处敲10下，
就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提升能量代谢。而且敲打动作还能刺激迷走神经，激活副交感神经，让人自然放松下来。所以建议大家在晚上睡觉前做这个动作，最能缓解疲劳，放松身心。如果想提升能量，可以敲头顶和丹田；想放松助眠，就敲脖子正中和手背。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会跟着改善。其实真正有效且能持续一生的保养方法，往往是这些简单、容易上手且能融入日常的小动作。只要持续坚持，身体就会悄悄发生积极的变化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